跟 B52一样，诞生了半个多世纪的图95呢，依然还冲锋在前线。不过它的特征呢却更加明显啊，类似对同轴反转的螺旋桨实在是太抓人眼球了，当然也很抓人的耳朵啊。所以为什么他要这样装螺旋桨，而除了他就没有人这么装了呢？故事嘛，咱们还需要回到它的诞生之初。二战结束，冷战刚刚开始的上个世纪60年代了。设计图95的是一位天才工程师安德烈·图波列夫。苏联第一架具有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图4公牛就是出自于他的手下了。当然，那其实是波音 B-29超级堡垒的逆向工程版本了。因为在二战接近尾声，美军开始轰炸日本本土时呢，这些先进的轰炸机中有几架坠毁在了苏联的领土上，自然就被合理的消化利用了。苏联人因此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代核轰炸机。不过它的缺点是航程太短，无法威胁到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嘛。于是到了1952年呢，图波列夫领到了一项新的任务，设计一架能够载着11吨炸弹连续飞上8000公里，直捣美国黄龙的新一代战略轰炸机。同时收到这个任务要求的是图波列夫的竞争对手，同样也是天才工程师的米亚西舍夫。但是两个人的设计思路呢却完全不同啊！激进的米亚西舍夫选择了当时刚刚诞生不久的喷气式引擎，设计出了 M4野牛，把苏联的技术能力套到了极致啊！而图波列夫的判断是，喷气式引擎是很潮啊，但并不成熟，如果贸然用上，后患无穷啊！于是他决定，引擎咱还是得用久经考验的老技术螺旋桨。不过也并不妨碍我从喷气式飞机那边借点东西过来嘛，比如那后掠的机翼就非常不错，有效降低阻力，达到更高的航速。他们是贡献明显的。但是光这样呢还不够嘛，还能有别的一些改进吗？那就只能从螺旋桨上做文章了，把原本只套一个改成套上2个，并且呢还让它们反着转。这是什么道理啊？传统螺旋桨是有一些问题的。首先，它不能转得太快，因为一旦快了，远离轴心的叶尖呢，在周向旋转时速度就会超过音速了，由此产生的激波会带来巨大的阻力，使螺旋桨的效率大减，很不划算嘛。但发动机的功率却是越来越大，该拿什么来消耗它爆发的小宇宙呢？只能让它推动更多的空气一起做功呗。要怎么推动更多呢？简单一招就是把叶片数给加上去。可是这恰恰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二个问题了。传统螺旋桨的叶片数不能太多，否则效率也一样变低啊。因为在前一片桨叶划过空气时呢，已经把这里的空气给搅乱了，形成了所谓的涡流。如果第二片桨叶马上就跟过来，没有给涡流的恢复留足时间的话，它面临的就必将是更大的空气阻力了。你说效率能不降低吗？而要是一个平面上的叶片数越多，它们之间的间隔就会越密，带来的效率降低，当然也就越加明显了。同时紧跟着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旋转的螺旋桨搅动着空气，使其旋转着向后吹去，其中向后的部分呢，没什么好说的很优秀，变成反作用力推动飞机前进了。但讨厌的是它还有旋转运动的部分这一部分的运动呢，不仅不会对推力产生任何的贡献，还会在吹到垂直尾翼上时对飞机造成偏航的作用，既损失了效率，又带来了麻烦，等于是赔了夫人又折了兵。所以这些问题该怎么破呢？且看同轴反转的螺旋桨了。从迎风面看起来它有了更多的叶片，但是却分布在不同的旋转平面上，所以既能推动更多的空气，也避免了相互之间的打架。而前后反转的好处就是能够把前一片螺旋桨带来的朝左或者朝右旋转的空气呢，给重新扭回来，帮助这部分社会边缘分子回归主流价值观，成为对推力有贡献的轴向流动的空气了。所以你看作为一架螺旋桨飞机，装着它的图95呢，却能轻松飞出超过800公里的时速，几乎和现代喷气式客机一样快了，并且由于效率大增，巡航里程呢也有了充分的保障，这些都让它有理由到了今天还有立足之地可是为什么别的飞机不这样安排自己的螺旋桨呢？比如洛克希德马丁的 C130、大力神和空客的 A400M， 他们的螺旋桨还是只有一层嘛。好了，刚才那是同轴反转螺旋桨的好处，现在来讲讲它的坏处了。第一个显然就是复杂。复杂意味着不可靠，复杂意味着更大的重量、更高的费用，复杂还意味着更为繁琐的维修和保养等等。第二个是噪音，可怕的噪音
据说当图95飞过头顶时，美国的潜艇即便是在水面以下呢，都能够通过声呐探测到它。据说一些曾经伴飞过图95的战斗机飞行员，可以越过自己飞机上轰鸣的喷气式发动机的声音，清晰地听到来自于它的螺旋桨发出的噪音。所以啊，当今最吵战机的头衔非它莫属了。再反观 C130或者是 A400M。一是身为运输机的它们呢，实在没必要飞那么快嘛。二是你看它们的螺旋桨叶片又多又弯，明显就是个超音速的夜行嘛。其实已经很好的解决了效率的问题，干嘛还吃力不讨好的把自己变那么吵呢？不符合咱绅士的一贯表现嘛。至于战斗民族大嗓门，那叫霸气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你能相信吗？航天飞机居然是从大气层边缘直接坠落回来的，怎么回事？飞机下降前呢都会广播，你有没有算过啊？从开始广播到实际落地，一般都要用多长时间？最少也要半个小时吧。但航天飞机从同样的高度落地只需要3分半钟。我们来算算啊，拿普通民航飞机11000米的飞行高度来除以3.5分钟，得出的结果是航天飞机的下降速率达到了3140米每分钟，换算成时速呢就是190公里每小时，相当于自由落体的最终速度了。的确是正儿八经的掉落回来的。可是为什么并没有见它被摔得粉身碎骨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航天飞机那不可思议的降落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始于垂直高度在300到700公里之间的近地轨道，终点则在美国佛罗里达东海岸肯尼迪航天中心的一条跑道上。所以航天飞机实际上要干2件事情啊，一个是降低垂直高度，另一个是跨越水平距离。但最有意思的是，这2者它都是靠借力来完成的。降落借的是地心引力，跨越就更绝了，借的是地球的自转。举个例子啊，假如此时航天飞机正在南美洲上方以280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朝着与目的地相反的方向绕行地球时，要怎么做才能够让它飞到目的地的上空呢？打个转向灯，直接拐个弯飞过去，可以吗？可以的。但是在太空中转弯呢，全靠发动机，而打开发动机就意味着要烧燃料。不巧的是，航天飞机的燃料罐已经被它给扔掉了，就是起飞不久后与机身脱离的那个橙色大罐子了。此时的航天飞机呢，只在这2个小引擎里面还剩了一点点的燃料，它们叫做轨道机动发动机，主要起2个作用。一是在发射的最后阶段，当这3个大引擎全部断粮之后呢，最后再推一把，把航天飞机送到最终的轨道上。第二是当任务执行完毕需要返回时，反推一把，把航天飞机的速度降低一点点，好让它能够开始往下掉。所以这么说起来啊，它是既没有足够的燃料来拐弯，而真要是拐弯了呢，也就别想着减速再回地球了。自然宇航员是不可能这么做的。那他们该怎么做呢？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等着地球自己转过来就可以了。因为地球在自转，而航天飞机的绕行轨道却没有转，2者的相对位置当然就会发生变化啦。等到航天飞机的轨道已经来到了肯尼迪中心的上空时，它就可以掉个头，把轨道发动机里面的燃料全部烧光光，来减速，开始准备下落了。你说掉头这种操作它是怎么完成的呢？是靠这些在机鼻和机尾处分布的几十个小型推进器来完成的了。就连每个轨道机动发动机身上呢，都有12个这样的推进器。当反推结束之后，航天飞机的速度大约下降了每小时400公里，足够它脱离轨道开始下落了。从这里开始剩下来的一切那都是滑翔了。是的，这大概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最重、最快的一架滑翔机了。大约滑翔半个小时之后呢，航天飞机就开始进入大气层了。此时它的速度为27500公里每小时左右，音速的23倍，所以会与大气层发生剧烈的摩擦。航天飞机正好可以利用这样的摩擦来减速啊。于是它将机头翘起大约40度，用自己的腹部来冲着前方的空气，以便达到最好的减速效果。在巨大的热量下，空气都已经被电离了，所以从各个视角看起来呢，此时的航天飞机都像是被包裹在一个火球当中，而阻止它真正燃起来的是机腹上盖着的2万块硅板和机鼻与机翼前缘部分的碳复合材料了。它们都有绝佳的隔热性能，尤其是碳复合材料。所以你应该就知道航天飞机在重回大气层中最热的部分在哪儿了吧？就是在这个灰色的部分。
当年哥伦比亚号灾难的发生呢，就是由于翼尖部分的隔热材料受损造成的啊，那是一个既悲伤又富戏剧性的故事。改天我们来好好讲讲。就这样，靠着与空气摩擦呢，航天飞机的速度逐渐降了下来，同时高度也降低了。看起来呢，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前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肯尼迪航天中心的跑道就在前方8000公里处静静地等待着。但是降低的高度带来了升高的空气密度，这个时候呢，机翼就遇上了一点麻烦了，因为升力开始产生了。咦，有升力不是很好吗？飞机不都是靠升力来飞行的吗？是的，对飞机来说呢，确实是个好消息。但此时的航天飞机它还不能算是飞机啊，它只能算是一个长着翅膀的返回器而已。有升力是很麻烦的，如果任由升力产生的话，它会被重新推出大气层，然后像打水漂那样，不知道会飘向何方的。此时减小升力的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进一步抬高机头，产生更大的阻力来将速度减掉。但这样做的话，有可能会产生超过隔热材料吸收极限的高温，将整架航天飞机融化掉。所以角度不能变，因此升力的大小也没法变。那能变什么呢？能改变升力的方向啊！升力的方向是垂直于机翼向上的。如果我们把航天飞机侧过来，自然也就改变了升力的方向了。侧得越厉害呢，升力在垂直方向上的作用也越小，就越能够避免发生打水漂的现象了。但你肯定已经想到了啊，机身侧过来，升力不就会把航天飞机推向侧面吗？没错啊，所以它就要左侧侧在右侧侧完美的走出一条波浪线出来。经过这一顿操作，航天飞机的速度已经降到了2750公里每小时左右了，正式成为了一架飞机。只不过呢，是一架设计的比较糟糕的飞机了。你从它小的可怜的机翼就能够看得出来啊，在操纵空气方面它是捉襟见肘的。好在啊，一套由5台电脑组成的飞行控制系统还是可以通过调整副翼和尾舵来有限的控制航天飞机的翻滚、偏航和俯仰的，甚至还能这样将尾舵分开成2半，变成一个减速器呢。在来到高度3000米时呢，航天飞机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转向，对准跑道开始俯冲了。说俯冲呢一点也不为过，普通民航飞机在下降的最后阶段，滑行路线与地面的夹角在3度左右，速度在250公里每小时左右，而航天飞机呢，夹角是20度，速度是550公里每小时，基本上它就是撞上去的。为了避免真的撞上，飞行员会在最后只剩几百米的时候呢，紧急将机头拉起，再次像是在大气层顶端那样，用速度来换阻力，帮助航天飞机最终降到360公里每小时的触地速度上，然后啪的一声，在继续滑上5公里后呢，终于停了下来。时间从启动最后一次轨道机动发动机减速开始，只过去了1小时05分，差不多就是你的机长告诉你飞机准备下降所要用到的时间了。可它距离目的地的距离呢，是你的40倍。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架直升机啊很奇怪，皮亚赛机 H-21又被叫做飞行香蕉，它的确很像啊，可它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起因是工程师弗兰克·皮亚赛基认为，如果把主桨的动力分一部分出来给尾桨，只是为了平衡扭矩，不让直升机自旋的话，实在是有点太浪费了。考虑到那个时候只有笨重的活塞式发动机可用，好不容易产生的动力不能用在升力上，的确有点可惜啊。那解决办法就是一前一后装2个一样大的主桨嘛，把它们串联在发动机上反着转，就能既贡献出升力，也同时抵消了扭矩嘛。不得不说相当聪明。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个问题，2个都是大主桨，打架怎么办？那就把它俩拉开呗，从距离到旋转平面都拉开，所以飞行香蕉很长啊，同时还将2端上翘。它停在地面上的时候呢，是这个样子的，前起落架比主起落架要更高一些，所以2个螺旋桨现在看起来几乎是处于一个平面的。但是一旦起飞，前半部分机身呢就会放平，让后半部分翘得更高，因此就明显不是在一个平面旋转了，既打不到，也避免了彼此湍流的影响，甚至还能远离机身留出更大的离地间隙呢。但你说它怎么就不能像 CH-47 支炉干那样，用一根笔直的机身装着2个高度不同的旋翼平台来解决问题呢？都是那巨大的活塞式发动机惹的祸嘛。你看这张图啊， H-21 几乎整个后半身呢都是为了装下它的，看起来香蕉的形状就是最优解嘛。至于支炉干嘛，它用的是小得多的涡轮机，而且是可以装在机身外面的。